一犯人与农田的故事。在一个寂静的小镇上，有一位名叫阿强的囚犯。他因为义庄误会被判入狱，平日里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。某天，阿强收到了一条妻子的短信：家里的地没人翻，你身体不好，快来看看。阿强心中一紧，立即回复道：千万别翻地，地里埋了枪。这条信息让妻子感到震惊和困惑。他知道阿强身体不好，无法长时间劳作，但从未想到他会在地里埋枪。半个月后，妻子再次发来信息，警察把地翻了3、4遍也没找着枪，你到底藏哪里了？阿强沉默片刻，终于回复：本来就没枪，现在可以种地了。妻子的心情复杂，既有对阿强的担忧，又有对他的理解。原来阿强并没有在地里藏枪，他只是在用这种方式暗示自己希望能够重新开始种地，过上平静的生活。这种逆向思维不仅让妻子感到意外，也让他重新审视了阿强的内心世界。有时候人们在面对困境时，会选择用看似矛盾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。逆向思维不仅能帮助我们突破困境，还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他人的内心。2. ATM 机吞币的小聪明。李明是个勤劳的年轻人，每天辛勤工作，努力存钱。然而某个夜晚，当他在 ATM 机取钱时，机器突然故障，1万元被吞进了机器里。李明焦急地联系银行，却被告知要等到天亮才能处理。这时李明灵机一动，决定用逆向思维解决问题。他拿起附近的公用电话，拨通了银行客服，声称 ATM 机多吐出了2000元。不到5分钟，维修人员便赶到现场检查。果然，技术人员发现机器内部存在故障，决定立刻修复。这一举动不仅让李明避免了等待的烦恼，也促使银行及时处理问题，确保了更多客户的利益。在遇到问题时，灵活运用逆向思维，可以找到意想不到的解决方案，既节省时间，又避免了不必要的麻烦。3. 学生与老师的对峙。在一间普通的中学课堂上，张老师正认真地讲解着新课内容。然而，班上的氛围却显得有些沉闷，学生们似乎对课程缺乏兴趣。突然，一个名叫小杰的学生站了起来，打破了课堂的宁静。老师，你教的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。整个教室瞬间安静下来，老师愣了一下，随即恢复了严肃的神情，平静地对小杰说道：记住，我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。小杰被老师的反应吓了一跳，低下了头。课后，张老师找到了小杰，耐心地与他沟通，了解他的真实想法。原来，小杰对课程内容缺乏兴趣，觉得所学知识与实际生活脱节。通过这次对话，张老师决定调整教学方法，加入更多实际案例，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有趣。最终，班级的学习氛围显著改善，学生们也对课程充满了兴趣。面对批评和挑战，逆向思维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对方的需求，还能促使我们改进和创新，达到双赢的局面。4. 锁门的智慧。王女士是一位家庭主妇，她总是希望丈夫能早些回家。然而，前几天丈夫因为工作原因经常晚归。为此，王女士制定了一个规定：如果丈夫晚于11点回家，就锁上家门。第1周，这一规定奏效，丈夫确实回家的早了。然而，第2周，丈夫又因为工作繁忙而晚归，王女士按照规定锁上了门。丈夫因此不再回家，这让王女士感到非常郁闷和无奈。就在她感到束手无策时，一位高人给予了她建议：制度的精髓不在于强制，而在于对被执行者利益的拉动。王女士思考后修改了规定，23点前不回家，她就开着门睡觉。这个改变让丈夫感到非常惊讶。从此以后，丈夫再也没有晚归过，夫妻关系也更加和谐。制定规则时，关键在于激发对方的积极性，
而非单纯的强制。这种逆向思维不仅能解决问题，还能增进彼此的理解和信任。5. 天台上的抉择。小李是一位刚刚结束8年恋爱的年轻人，他与女友的感情一直稳定。然而，某天他得知女友即将与一位土豪结婚，这让他感到无比失落和绝望。心灰意冷的他决定前往天台跳楼自尽。警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，劝说他不要轻举妄动。小李哽咽地说道：“谈了8年的女朋友，看到她要嫁给土豪，我觉得活着没有任何意义。”就在这时，旁边的一位老人对他说：“你睡了人家老婆8年，你还有脸在这里自杀吗？”小李听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经过一番自我挣扎，小李终于笑了笑，决定放弃这个念头。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并不取决于别人的选择，生活中还有很多值得珍惜和追求的东西。从那以后，小李重新振作，开始追寻自己的梦想，并最终找到了新的幸福。在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时，逆向思维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找到内心真正的答案，重新找回生活的希望和意义。6. 土豪与狼狗的互联网智慧。张先生是一位成功的土豪，拥有一家大型企业。然而，他总是担心家中被盗，夜晚出门时心中充满了不安。他想要买一只狼狗来守护家门，但又不想花费银两雇人喂狗，这让他陷入了两难。经过长时间的思考，张先生灵机一动，决定利用现代科技来解决问题。他每次出门前将家中的 WiFi 密码修改为无密码，这样一来，任何人想要进门时都必须先连接 WiFi。这一策略出奇的奏效，每次他回来时，总能看到10几个人捧着手机蹲在门口呼愿，模仿狗叫声。这种创意不仅避免了买狗的麻烦，还通过互联网的力量，成功地守护了家门。张先生从此无忧，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便利和安全。在互联网时代，传统的思维方式往往无法解决现代的问题。逆向思维不仅能打破常规，还能利用新技术找到更加高效和创新的解决方案。7. 水果箱中的智慧交易。刘先生是一位热爱水果的人，某天他在网上购买了一箱水果，满心期待地等待着。然而，收到的却让他大失所望，一半的水果都是烂的。愤怒之下，他联系商家要求退货，却被商家拒绝。不甘心的刘先生决定用逆向思维解决问题。他来到附近的超市，买了2箱非常好的水果，然后将其中1箱的照片发给商家作为评论，声称自己买到的是买1送1的好价钱。没想到，商家竟然接受了这一评价，立即给他送来了2箱新鲜的水果，费用只收取了1箱的钱。然而1周后，刘先生再次查看那家店时，发现店铺已经因为大量投诉而被关闭了。这一经历不仅让他收到了满意的水果，也让他意识到诚信和口碑的重要性。在面对不公平和困境时，逆向思维不仅能帮助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，还能让我们在过程中维护自己的权益，甚至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。8. 小和尚的智慧选择。在一座古老的寺庙中，老和尚对着新来的小和尚说道：“如果你前进一步，你将会死；如果你后退一步，你也将会亡。”小和尚陷入了深深的困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思索片刻，小和尚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往旁边去。”老和尚听后微笑着点了点头，表扬了小和尚的聪明和机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这件事在寺庙里传开后，所有的僧人都为小和尚的智慧所赞叹。大家纷纷意识到，面对看似两难的困境时，换一个角度思考，
往往能找到出路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看似无解的问题，逆向思维教会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问题，发现隐藏的机会和解决方案，突破困境。9浴室里的价格迷思。在市中心的一家浴室，顾客兰问道：老板，你这洗澡多少钱？老板回答：男浴池10元，女浴池100元。兰听后大吃一惊：你这是抢钱吗？老板冷静地说：你想去男浴池还是女浴池？兰思考片刻，果断地交了100块钱，选择了女浴池。然而进去后，他发现浴池里全是男的，浴池里的兄弟们接连又来了一个男的。兰无奈地摇了摇头，意识到自己被利用了。在商业活动中，了解和掌握客户的真实需求是关键。即使价格再高，只要满足了客户的需求，就有人愿意买单。同时，这也提醒我们在消费时要保持警惕，避免被误导和利用。12种工资的选择。小李和小张同时领取了2000元的工资。小李决定用1500元买了一部手机，留下1500元准备开房吃饭。他骑着电瓶车去找小红，结果小红告诉他：你是一个好人，但我们不合适。与此同时，小张也刚领到2000元，他用800元租了一辆宝马730，花了300元在批发市场买了99朵玫瑰，然后花了不到100元带小红去浪漫的小吃店，最后花了900元在5星级酒店和小红开了间房。小红对他说：我们在一起不是为了钱，而是因为爱情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商业模式才是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，而不是单纯的成本控制。小张通过创造一个浪漫和有价值的体验，成功赢得了小红的心，而小李则因为缺乏策略和创意，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在商业和人际关系中，思维方式和策略的选择至关重要。逆向思维不仅能帮助我们找到更有效的方式，还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实现更大的成功。11. 浴室火灾中的智慧。某天夜里，一家女浴室突发火灾，里面的顾客急忙逃离。然而，外面围观的人们却因为遮挡下半身，无法帮助受困者。就在大家手忙脚乱时，一位经过的老者冷静地说道：遮住脸就行，下面都一样。听从老者的建议，受困者们迅速采取行动，最终成功逃离了危险。事后，人们对老者的智慧和冷静表示由衷的敬佩。在危急时刻，保持冷静和灵活的思维，往往能帮助我们找到最有效的解决办法，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。12. 女秘书的怀孕玩笑。在一家大型企业中，女秘书小芳对总经理王总说道：王总，我怀孕了。王总只是低头继续看文件，淡淡的回应道：我结扎了。小芳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：我是和你开玩笑的。王总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然后淡淡的说：我也是和你开玩笑的了。这场对话让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忍俊不禁，也让大家看到了王总幽默的一面。通过这样的互动，办公室的氛围变得更加轻松和融洽。在职场中，适当的幽默和逆向思维不仅能缓解紧张的工作氛围，还能增进同事之间的理解和合作，提升整体的工作效率。13. 3个男子的提亲之路。在一个小镇上，3个男子同时前往女方家提亲。第一个男子自信满满地说：我有1000万。女方父母问：那你家有什么？男子回答：我在北京有2套房。女方父母继续追问：那你家有什么？男子无奈地说：我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小孩在你女儿肚子里。听到这里，3个男子无奈地离开了。这个故事让人们意识到，物质的堆砌并不能真正赢得人心，真正的价值在于内在和情感的投入。逆向思维告诉我们，真正重要的是质而非量。在追求成功和幸福的道路上，真正的价值在于内在的品质和情感的投入，而不是表面的物质堆砌。
逆向思维帮助我们认识到，真正重要的东西往往被我们忽视。14. 乙方的逆袭之路。小王是一位乙方员工，工作表现平平，常常被老板批评。某次出差期间，他在酒店遇到了2位少妇，色心大发，试图与他们搭讪。然而，担心贸然求换房间遭到拒绝，他犹豫不决，思量再三，最终在午夜时分打电话到美女房间，询问是否需要服务。结果，他顺利得到了房间的服务，并收回了1200的回报。这个故事展示了乙方如何通过逆向思维，在看似不利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出路。然而，这种行为虽看似聪明，却涉及道德和法律的问题，值得我们深思。逆向思维在商业和人际关系中确实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，但我们在运用这种思维时，必须考虑道德和法律的界限，确保自己的行为在合理和合法的范围内。15. 高产量土豆的逆袭。某种高产量的土豆品种传到了法国，起初法国农民对其并不感兴趣。为了推广这种土豆，法国政府投入了大量资源进行宣传，但效果甚微。就在大家几乎要放弃时，有人想出了一个奇特的主意，在各地的试验田边设置全副武装的哨兵，日夜把守。农民们看到哨兵的存在，纷纷猜测这里的土豆一定非常珍贵，于是他们常常趁士兵疏忽时，偷偷溜进试验田，偷取土豆带回家中种植。一个季节下来，这种土豆因其高产和品质，迅速在市场上走红，广受欢迎。有时候，制造一种神秘和稀缺的氛围，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欲望，从而达到推广和销售的目的。逆向思维不仅在解决问题上有效，还能在市场营销中创造奇效。16. 中国人在美国的法庭智慧。小李是一位刚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，因涉及一桩商业纠纷，必须在法庭上进行辩护。他对律师说：“我们是不是应该约法官出来坐一坐，或者给他送点礼物？”律师听后大喊：“千万不可！如果你向法官送礼，你的官司必败无疑。”律师耐心地解释道：“你给法官送礼不正，说明你有问题。”然而几天后，律师却打电话给小李，说他们的官司赢了。小李淡淡地回答：“我早就知道了。”律师疑惑地问：“怎么可能呢？”小李说道：“我给法官送了礼，不过在邮寄单上写的是对方的名字。”原来小李利用逆向思维，将礼物送给了对方，而非自己。这一巧妙的做法既展示了他的智慧，也让律师刮目相看，最终帮助他赢得了官司。逆向思维不仅能帮助我们在复杂的情境中找到突破口，还能在保持诚信和正直的前提下，巧妙地解决问题，达到预期的效果。17. 哈佛图书馆的搬迁妙计。哈佛大学新建了一座宏伟的图书馆，然而如何将海量的藏书从旧图书馆搬迁到新图书馆，成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。传统的方法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资金，令人望而却步。就在大家束手无策时，一位图书馆的管理员提出了一个创新的主意，要求每个学生借一本书，然后将这些书还到新图书馆。这样一来，学生们在借书的过程中，自觉地将书籍迁移到新图书馆，同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。这一策略不仅成功地完成了图书的搬迁，还增强了学生们对新图书馆的认同感和归属感。新图书馆因而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学习场所。在面对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时，逆向思维能帮助我们找到创新的解决方案，既节省资源，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。关键在于灵活运用思维，寻找突破口。18. 旅游团的集合智慧。李先生是一位旅游团的司机，每次带团出游时，集合总是耗时较长。特别是一辆55座的大巴车，点人数要好几分钟，而且常常出现点错的情况。这不仅浪费了大家的时间，还影响了行程的顺利进行。某天，
李先生决定运用逆向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。他告诉乘客，你们只需报出有几个空位就可以了，其他的无需再报。乘客们一开始有些疑惑，但按照李先生的方法，发现确实节省了大量的时间。整个集合过程变得迅速而高效，大家也因此更加愉快地开始了旅程。在日常生活中，面对繁琐的流程和问题，逆向思维能帮助我们简化步骤，提升效率。通过改变思维方式，我们可以找到更加快捷和有效的解决方案。19. 不同交通工具的逆向思维。小张是一位年轻的上班族，每天上下班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交通上。他尝试过骑自行车、开汽车、坐高铁和乘飞机，但效果各异。骑自行车时，小张需要两脚使劲踩1小时才能跑10公里左右；开汽车时，只需一脚轻踏油门，1小时便能跑100公里；坐高铁时，闭上眼睛，1小时也能跑300公里；而乘飞机，则可以在1小时内飞行1000公里，且还能享用美味的餐食。这一系列的对比让小张意识到，尽管努力和投入在不同的平台和载体上有所不同，但结果却大相径庭。他明白了，选择合适的工具和平台能大大提升效率和生活质量。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，选择合适的工具和平台至关重要。逆向思维帮助我们识别最有效的路径，避免不必要的时间和精力浪费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20. 七仙女的洗澡事件。在一个宁静的湖边，七仙女正在湖中洗澡，姿态优雅，吸引了无数路人的目光。八戒看到后心生好奇，想要一睹仙女风采。他想到仙女喜欢鲜花，便摘下一束花，大喊道：快来看呀，仙女们！然而仙女们并没有理会他的举动，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。就在这时，唐僧急忙朝湖面大声喊道：施主，小心鳄鱼呀！听到后，众仙女们立即飞奔上岸，避开了潜在的危险。八戒顿时懊悔不已，意识到自己的轻率和急躁。在追求目标和欲望时，我们往往忽略了环境和他人的感受。逆向思维提醒我们，需保持冷静和理智，尊重他人的空间和选择，才能实现和谐共处。21. 化学课上的智慧。在一节化学课上，张老师拿出一枚金币，指着玻璃器皿中的溶液说道：刚才我已经讲过这种溶液的性质，现在我把这枚金币扔进去，你们想一想，这枚金币会不会融化掉？学生们纷纷思考，但无人回答。突然，坐在第一排的霍特站起来，大声说道：肯定不会。张老师满意的点了点头，赞许地摸了摸小霍特的头，问道：今天的课你是不是一定搞懂了？霍特低下头说：我什么也没听懂。老师惊讶地问：那你怎么知道金币不会被融化呢？霍特迅速回答：要是这枚金币能被溶液融化的话，你怎么会舍得把它投进去呢？全班同学都被霍特的回答震撼了，纷纷意识到逆向思维的重要性。在学习和生活中，逆向思维不仅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，还能培养我们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，让我们在面对未知时更加从容自信。22. 新裤子的简单解决方案。小李买了一条新裤子，但发现裤子有点松，总是往下掉，露出了一点内裤。裤子上没有皮带扣，也没有其他固定方式，这让小李感到非常困扰。他苦思冥想，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。突然，他想到可以用逆向思维解决问题，不妨把内裤往下穿一点，这样裤子就不会再下滑了。简单的调整，问题便迎刃而解。小李感叹道：有时候解决问题不需要复杂的方法，逆向思维能让我们找到最简洁的答案。这个故事就像用柴烧水，水烧到一半，柴不够了，怎么办？想要把水烧开，非常简单，只需把水壶里的水倒掉一些，柴就够了。面对问题时，保持开放和灵活的思维，
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往往能找到最简单和有效的解决方案，避免不必要的复杂和麻烦。23. 2个老板与3个员工的故事。在一个商圈里，2个老板偶然相遇，开始交流各自的经营心得。第一个老板抱怨道：我们公司的3个员工真是不成才，一个人吹毛求疵，整天挑剔；一个人杞人忧天，总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担忧；还有一个人游手好闲，喜欢在外面瞎逛乱混。第二个老板思考片刻，提议道：干脆让他们3人到我的公司上班吧，这样也省了你解雇他们的麻烦。第一个老板高兴地答应了。第二天，这3个员工来到新公司报道，新老板已经为他们安排好了各自的工作，爱吹毛求疵的负责质量监督，杞人忧天的负责安全保卫，喜欢闲逛的负责出外做宣传和调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3人在各自的岗位上表现出色，公司的业绩也因此迅速增长。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蠢才，只有没放对位置的天才。逆向思维不仅能帮助我们发现他人的潜力，还能通过合理的安排，让每个人发挥最大的价值，实现共同的成功。24. 鱼塘雨季的商业智慧。在一个新开张的鱼塘，店规写着钓鱼费100元，凡是没钓到的送1只鸡。很多人看到这个优惠政策，纷纷前来尝试。然而回来时每个人手上都拎着1只鸡，说明没有人钓到鱼，反而得到了鸡。一阵子之后，鱼塘不得不关闭。看门的大爷解释道：老板本来就是个养鸡专业户，这鱼塘里根本就没多少鱼。这个故事让人们意识到，成功的商业模式不仅需要创意，还需要实际的可行性和资源的支持。在创业和经营中，不仅要有创新的思维，还要确保资源和策略的合理性。逆向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商业中的潜在问题，并通过调整策略实现真正的成功。25. 酒店地毯的聪明应对。小刘是一位年轻人，某次入住酒店时不小心将地毯烧了3个小洞。退房时，服务员告知他，根据酒店规定，每个洞需要赔偿100元。小刘确认道：确定是一个洞100元吗？服务员回答：是的。小刘灵机一动，决定用逆向思维解决这个问题。他点燃烟头，将原本3个小洞烧成一个大洞。酒店方面只收取了100元的赔偿费用，节省了200元。这一聪明的应对方式让小刘省下了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在面对问题和挑战时，保持冷静和灵活的思维，往往能找到更加高效和经济的解决方案。逆向思维不仅能帮助我们节省资源，还能提升我们的应变能力。26. 废铜与自由女神的奇迹。1974年，自由女神像进行翻新，产生了大量的废品，其中以废铜为主。许多商人不愿意接手这些废铜，导致废品堆积如山。然而，一位犹太商人却主动签下合同，负责清理这些废品。他并未简单地将废铜卖掉，而是将其融化铸造成小型的自由女神像，将废木材做成象征中央广场的钥匙扣，甚至将自由女神像身上的灰尘也收集起来，装进玻璃瓶中贩卖，称之为自由之尘。这一系列创意让废铜和废木材以上百倍的利润售出，犹太商人赚得盆满钵满。这不仅解决了废品的处理问题，还创造了新的商业价值。逆向思维不仅能解决实际问题，还能通过创新创造出新的商业机会和价值。关键在于如何将废物利用，转化为新的资源，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。27. 救妻子还是救孩子的抉择。某天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袭击了一个农民的家。他在洪水中奋力救出了妻子，却不幸失去了年幼的孩子。事后，人们纷纷对他的选择提出不同的看法。有人认为他做得对，因为孩子可以再生一个，而妻子却不能死而复活。有人则认为他做错了，
因为妻子可以再婚，而孩子却无法重生。这让人感到困惑，如果只能救一个人，究竟应该选择救妻子还是救孩子呢？为了解开这个谜题，我拜访了那位农民，询问他当时的想法。他回答道：我什么也没想，妻子当时就在我身边，我抓住她就往附近的山坡游。当我返回时，孩子已经被洪水冲走了。人生中很多选择看似有对错之分，实则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和情感。逆向思维提醒我们，面对无法预测和控制的情况时，最好的选择是顺应自然，做出当下最合理的决定。世界上没有最好的选择，只有最适合的选择。28. 穷秀才的逆向梦境。古时候，有一位穷秀才进京赶考，住在一家简陋的客栈里。考试前2天，他连续做了2个奇怪的梦。第一个梦见自己在墙上种白菜，第二个梦见下雨天，他带了锤子还打伞。秀才觉得这2个梦似乎有深意，急忙去找算命先生解梦。算命先生一听，连拍大腿说道：我看你还是回家吧，高墙上种白菜不是白费劲吗？带锤子又打伞不是多此一举吗？秀才听后感到心灰意冷，决定回家放弃考试。然而客栈的老板却非常奇怪，问他为什么提前回乡，明明考试还没开始。秀才解释了一番，老板听后笑道：哟，我也会解梦的，我倒觉得你这次一定要留下来。你想想，高墙上种白菜不是说明你在高中时期学过吗？带锤子又打伞，不是说明你这次有备无患吗？秀才听后重新振作，决定继续参加考试。结果他在考试中发挥出色，甚至取得了优异的成绩，成功地通过了考试，开启了新的生活。面对困境和不确定时，逆向思维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，找到新的希望和机会。不要急于下定论，换个角度思考，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29. 农夫的安全思维。古时候，有一位农夫做事总是瞻前顾后，顾虑重重。春天到了，有人问他：春天到了，你种麦子了吗？农夫回答：没，我担心天不下雨。接着那人又问：那你种棉花没？农夫又回答：没，我担心虫子吃了棉花。最后那人再问：那你种了什么？农夫无奈地说：什么也没种，我要确保安全。这个故事让人们明白，过度的顾虑和犹豫只会让我们一事无成。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有时候放手一搏，大胆尝试，才能有所收获。逆向思维教会我们，在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时，适当的冒险和尝试是必要的。过度的担忧和犹豫只会束缚我们的行动，阻碍我们的发展。30. 爷爷的迷路与智慧。某个傍晚，我陪爷爷在公园散步，不远处有一位气质出众的美女，我忍不住多看了2眼。爷爷看出了我的心思，问道：喜欢吗？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点了点头。爷爷又问：想要她的电话号码吗？我瞬间脸红，犹豫不决。爷爷淡淡地说：看我的。说完，他转身向那位美女走去。几分钟后，我的手机响了，里面传来一个甜美的声音：你好，你是小编吗？你爷爷迷路了，赶紧过来吧，我们在公园雕像处。我赶紧赶到现场，看到爷爷正与那位美女交谈。他们因为一次简单的交流，化解了我的尴尬，也让我明白了爷爷的智慧。逆向思维不仅在商业和生活中有用，还能在日常生活中教会我们如何处理复杂的情感和人际关系。通过观察和理解，我们可以学会更加智慧地应对各种情境，提升自己的情商和人际交往能力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